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莎娜老师；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，欢迎曲老师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左岩老师；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来吧，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俩在一起2、3年了，为他我放弃了很多，什么都以他为中心。现在谈到结婚了，他却跟我说分手，我实在接受不了。现在他不上班，天天躺在家里无所事事，生活中所有花销都是从我这里出，我无法再继续忍受，我的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。我现在这样不都是因为他吗？为他留在北京，他不同意的工作我不做，现在他却反倒来嫌弃我。他现在跟之前相比变化特别大，一直拿推掉的几个工作为理由来报复我。我感觉我不是在谈恋爱，这根本不是在过日子。我实在是不甘心，在他身上我看不到未来，到现在连父母都没见过，3年青春难道就这么白白丢了吗？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究竟有多多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侯25岁，来自内蒙古空城；女嘉宾小张24岁，来自河北吴掖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了3年恋爱了？对，应该是同学吧？她是我学妹，我们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的，然后聊得很开心，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后来我们一起吃饭逛街，就这样正式交往了。也就3年下来了，是吧？对，是。怎么了？今天过来我就想讨一个说法，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在一起3年的时间，我觉得我为他牺牲很多，然后为他放弃了好多就是好的工作，最后还为他留在北京。然后谈到这个结婚的事情，我没想到突然要跟我分手，感觉被人耍了一样。咱慢慢说说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我们俩一起去面试空乘，他留在了北京，然后我面试到了云南的工作。然后他就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为我留在北京，然后我不想异地嘛，最后就是为他留在北京。但你留在北京，你可以接着再考啊。然后就后来也是面试过很多公司，就是也是因为异地，也是考虑他，就后来都拒绝了。然后相当于是去做别的工作。为了他就是不做这一行业了。转了个什么行啊？转行之后就是我做了模特嘛，然后后来他就一直就嫌弃我这个工作，接触的人比较杂呀，然后说我就是社交比较乱呀，然后后来就是也是为他这个就不做了。有好几次我去接他回家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他跟一个男人在一块儿。然后2个人还走得很近很亲密，然后男士还帮他提包什么的。我看到这一幕之后，我心里面特别生气。他一直就是说，然后人家对我图谋不轨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们相当于是合作伙伴嘛，然后就经常一起跑活动什么的。他一直就觉得我跟他就关系暧昧啊，不清楚啊什么的。那这工作现在还在做吗？没有了，就是为了他，然后吵了一架嘛，就为他不做了。对，后来又做什么呢？后来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可以不做这个工作，然后你自己也做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，这个礼仪模特，你自己也掌握了很多这种资源啊人脉。我说你不要跟这个男人再有合作的关系了，你自己可以单干，他也不愿意。那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？人脉也是通过人家认识的，我可以就是抢人脉自己做吗？行吧，咱们不讨论这个。那后来干了什么呢？后来是我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在酒店前台做接待，结果他做了也就是1个多星期吧。这个工作主要就是我不喜欢，然后没有兴趣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去了之后每天就是站10几个小时，穿着高跟鞋。那你总该找一个工作去做一下，总不能一直在家待着天天。那我后来也有找工作呀，不是得有一个过渡期吗？他不工作大概有多久了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，半年多的时间了，而且这半年多的时间，我们2个人所有的经济开销以及生活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的。他还会买衣服啊、化妆品啊、包包什么的。其实我也不是不给他买，只是说他最了解我们2个人现在的生活状态。就是说这半年多我什么钱都没有攒下，然后这一方面家里人对我也很不满意，我自己对自己也很不满意。那你怎么不说说之前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才这样呢？发生什么事？之前就是因为没有工作，他不让我见他父母，还把我就是扫地出门。
什么叫不让见父母还扫地出门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俩就是认识3年的时间嘛，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到一个谈婚论嫁的一个年纪吧。他父母去北京看他，然后就提前那3天的时间，他把我所有的东西、行李啊，然后生活用品都给我收拾出来，然后给我订了酒店，就当天就通知你把东西拉走。当时特别委屈，我就觉得。我除了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助手，情感上的一个陪伴，我还是什么？我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想让他见我的父母亲，是因为这样。首先，我那个房子只够我们2个人住，父母亲来了肯定是住不下的。然后我就先让他搬到酒店里面去住。为什么我不想让他见我的父母？首先，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在这样的状态下，那我没有稳定工作，不都是因为你吗？那我也给你找了工作，是你自己不喜欢做呀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？就是问过我喜不喜欢？然后愿不愿意？而且爸妈的这个思想，他们都比较保守。这样的状态下，我把他介绍给我父母亲，我父母肯定是不会同意的。这个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提前得告诉我一声吧。而且他父母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个女朋友存在。3年的时间，你不觉得很夸张吗？我一直在想，等我给他介绍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他做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可以正儿八经把他介绍给我家里人，然后在后面又可以谈婚论嫁。我是抱着结婚的这样一个心态去想的。行。女生什么时候觉得你们该结婚了？我就觉得就是时间挺长的了嘛，3年时间，毕竟一个女生时间比较宝贵，而且我们2个感情刚开始是挺好的，只不过就是一直以来我付出比较多，就比较照顾她，然后生活上也比较打理的井井有条的。男生现在是要分手是吧？对，主要是因为半年前我没有让他见我的父母这件事儿，他跟我提出过分手，但是当时我觉得我们是有感情基础的，我自己心里面也特别舍不得他，然后我就。劝了他好久，哄了他好久，最后我们2个人又和好了。接下来相处的这一段时间，就他的变化特别大。他现在在家里就是什么也不做，你说你不上班，生活上也不打理，在家里面衣服成堆也不洗。我每天飞航班累1天回来，然后自己也从来不做饭，如果自己饿了就会自己订外卖吃，这样。要么就等我回家，我给他做饭，或者我自己来订外卖，这样。你给我做饭做过几次？咱俩在一起3年的时间，那2年多我是怎么做的？不愁吃不愁喝的。换而言之是说，在你们闹过分手又复合之后的这半年，对，女生基本采用了一个。我让你看看我消极的这么一个样子，是吧？也不是消极，他就觉得我是在报复他。就是你觉得你消极？自己喜欢的衣服要计划着买，是吧？就是，对，因为就感觉生活上就是买了件衣服，可能就是我生活维持不下去的那种状态。我俩在一起就模式就是 AA 制，然后我从来没有物质上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什么，我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就是。是 AA 制吗？之前在学校的时间，因为他比我晚1年毕业，他到了北京之后还是 AA 制吗？他到北京之后，你用良心说话是不是？也只有这半年时间，而且这半年时间，我不是说家务不做，然后衣服不洗，只是做的没有以前多。我觉得在这段感情里面，我丢了自我，就是特别卑微。分手啊！但是我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，他突然要跟我分手，得要有个说法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来吧，老师们，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姑娘觉得自己可怜吗？挺可怜的，有时候想想是吧？你现在擦干眼泪，听我说接下来的话。一开始，你说。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完全的把自己丢掉了，你一定要赶快从这个深渊里面把自己拔出来，先站起来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再去谈感情，否则你越陷越深，迷失自我了。你就算报复他，折磨他了，最后有什么用呢？你自己一事无成，你飘在北京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只会觉得自己楚楚可怜，遇到了一个负心汉。所以现在就赶快做好自己，找一份踏实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去过属于你自己的人生。对于男生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：不要轻易安排别人的人生，如果安排了，同样要承担后果。祝你们各自幸福，谢谢。谢谢沙大老师。来，曲总，你们俩的经历充分说明了一件事儿。两个人要想相爱，只靠单方面的付出和迁就绝对是不可能支撑的。你们在一起的3年，头2年半一直是女孩迁就男方，以至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，放弃了自己的兴趣，放弃了自己的生活。现在呢，一无所有。不要找什么借口。我对男孩想说的是：第一，我们作为一个男人，至少在这3年里头，这个女孩对你是不错的。如果真是要分手，不要拿出父母来当挡线牌，给女孩一个真相，给自己一个坦荡，这才是真正做男人应该担的责任。女孩，你想用你的报复能换来她的爱情吗？其实我也没有报复嘛，就刚开始肯定也有点小怨恨啊。你不是报复，你是讨公道，好不好？就是有点试探的感觉。讨一个公道嘛。你看我这么付出为你了，你应该还给我呀。但是爱情里有公道吗？没有。但只有一个吸取教训，独立，有点尊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搬出来，别让他看不起，行不行？行。好，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左野老师，小张非常的漂亮，但是我这样一眼望过去，我得仔细看才能看到你的漂亮，因为你在最青春的年华，把自己活得跟个怨妇似的。一直在讲说啊，我为了他，我放弃了航空公司的工作，我放弃了做礼仪的工作，我放弃了。航空公司是他打电话去的吗？不是，是你自己打的。做礼仪的那个朋友是他打电话跟人家说的吗？说我们以后不合作了？不是，是你自己打的。所以，当我们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得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。看过那个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吗？看过一点。里边的罗子君，啊，结婚多年以后，然后老公抛弃了她。你过几年你就会很感谢你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，
不然再过几年可能结局就是一样的，那个时候你就彻底失去了工作的能力。不是每个人都像罗子君还能够重新站起来。送给年轻的你，作为女人，一定要拥有可以独立行走在这个世间的能力，而这种能力不因为任何人、任何时刻、任何地点而改变。我就是我，离了谁我都能活。我希望你今天从这个演播厅走出去，去跟曾经面试过你、录用过你的航空公司打电话，去和那些跟你一起做礼仪的朋友打电话，告诉他们，你说我小张要工作，我漂漂亮亮的，我是未来的乘务长，我是未来的礼仪经纪人，我的生活不因为这个男人而变得颓废和无助。这是你，男生，你可以选择追求他，也可以有跟他分手的权利。但是如果你养不起他，你就不能让他放弃他的工作和梦想。你有什么立场说这样的话？如果你说了这样的话，你就应该对他的未来负责任，你又负不起这个责。凭什么他要去你喜欢他去的那个工作做前台啊？凭什么？但今天走到这儿了，我认为你们已经没有爱了，那就散了吧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女人如果特别想靠男人，而如果男人又糊弄女人，结果就是你们这个样子。这种靠不是说你不找工作待在家里让他养，而是在你的内心生活当中，你就认为我所付出的一切，无论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靠着你，所以你才有了对自己职业的懈怠而不积极。尤其是当他回头来找你的时候，你甚至怀有侥幸心理的说，哎，这下我的地位反过来了。但事实上不是，纵观你跟他相处的整个过程，这个男人一直是在想以一种最低廉的成本的方式来糊弄你，永远把你摆在一个备选的位置上。所以说不要轻易的相信承诺，男人的有些话听听就算了。不轻诺，故我不负人；不信诺，故人不负我。靠自己。你也许对他有的时候是认真，但你承不承认你糊弄了他？承认。有些不能承诺的事情，你搞得好像你能够做到；有些东西你根本不确定，你却断送了他的未来。所以不要轻易的许下承诺，或者不要轻易的给别人一种表象，我可以安排你的未来，我可以让你靠，但到关键的时候又觉得靠不了，好吧？其实这些事情翻过来倒过去的想挺伤人的。最开始两个人那么坦诚的相爱在一起，到后来发现这原来是一场骗局。但这个骗局不是说男生骗了你，其实你也骗了他。你肯定之前在他面前所表现的是我一定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人，而且你也骗了你自己。我们时时刻刻在奋斗的过程当中都得踏实的面对自我和面对现实。我可以非常清醒的告诉你一点，女生，这个男生不会娶你的。所以接下来何去何从，你完全可以活得更加精彩。不要去恨他，恨你自己。轻信一个人的原因是自己不够自信，才会自己骗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24岁，我觉得左岩老师说的特别好。今天离开这个现场，重新招聘，重新启程，刚刚开始。24岁，有些人24岁刚刚大学毕业，现在航空公司那么缺人，大把的缺人，没问题啊，条件好没问题啊。借机你还离开这个北京伤心之地呢，说不定你们还在一个公司，只不过不是一个基地，说不定有缘分哪天你们还在一个航班上再见到。所以，但是男生，我觉得你应该给女生一个特别正式的一个道歉。
女生其实还是要相信爱情，只是那个时间段不对，因为我们年轻少不经事。当你成熟之后，你发现只有你独立行走的时候，你才能获得爱情。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一个人应该追求自己喜欢的，不要为自己喜欢的一些理想轻易的放弃一些什么，学会平衡，好不好？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我觉得这3年以来吧，然后付出也挺多的，但是我也不后悔，起码让我学到了什么，无愧于你吧。跟你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，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，在我心里面，我始终都觉得，其实我们就错在了时间节点上面。我觉得我们的付出都是不对等的，错位节拍。我一直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面，我一直觉得你对我肆无忌惮的索取，不论是生活上还是物质上，一直在依靠我。我觉得你是在报复我，其实你是在耍你的小任性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我心里面也很难受。谢谢你的成全。唉，谢谢2位啊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请关门，请开门。这并不轻松啊，就大家鼓掌了，是2个年轻人，这个醒悟了嘛，觉醒了嘛，要重新上路了。我们也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够好好的这段情感做一个反思。其实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掌握别人的命运，或者要求别人为自己改变命运。来吧，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。各位，请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对我很好，后来发现他渐渐变了，所以我们就经常吵架。是因为他总是说缺少安全感，还做出很多极端的事情来，这真的让我难以接受。我只是想刷刷存在感，让他能够重视我。我本来以为订婚后他会对我好一点，但是并不是这样子吧。我希望能找到我们之间正确的相处方式，不然一直争吵真不是办法。我希望他不要轻视我，多关心我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。互相折磨的爱情该如何走下去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冲24岁，来自山东学生；女嘉宾小贝23岁，同样来自山东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！你们现在还在读书是吧？啊。等于准备毕业就要结婚是吗？暂时还没想。那你们大学是在一所学校里吗？不在同一个城市。异地啊？但是就坐火车嘛，2个小时就到了。谈了5年恋爱了？哦，那今年大几啊？今年大4。那高3那年开始谈的是吧？对。今天是谁要来的？他要来的。我要来的。你要来干嘛？我们俩谈5年了嘛，现在已经订婚了。我也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他也觉得我极端，我们俩就经常吵架，也想过要分手，但后来都硬舍得没分开，就想来改变他。然后就刚开始的话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后来发现他变了，就大一做兼职那会儿，去苏州做兼职，他姐刚好在那儿做生意，我们就住他姐家了。他姐就说我配不上他，还把那个旧衣服拿给我穿。我觉得吧，我表姐她并没有那个意思啊。如果那些旧衣服扔了的话，也挺可惜的。再说了，我们那时候也是农村过来的嘛，就不需要那么讲究啊。那虽然我是农村的，那旧衣服拿给我穿什么意思啊？本来你姐姐就看不起我，然后我们就跟她商量说出去住吧。但是出去住那段时间，就发现她跟一个女生聊天聊得挺暧昧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从大一开始，你就发现她在跟女性聊天，有这事儿吧？早就不聊了，然后后面他就一直在那儿说嘛，我也给他保证了所以后面这事儿也就算是过去了。过去之后呢？过去之后我就发现他做的事儿有点太极端，让我接受不了。他做什么极端的事儿啊？就有一次吧，他拿着我的手机在那看我的聊天记录，还登录那个营业厅的官网，直接把我的通话记录都给调出来，
然后对着上面的电话一个一个打，打完之后我就不乐意了呀，我就跟他吵嘛，然后他一气之下就直接说要跳楼。那我能真跳楼吗？我傻呀！我要真跳下去，那你不就没媳妇儿？你打一辈子光棍吧？为什么你跳下去，他打一辈子光棍呢？那还找得着媳妇儿吗？不是还有那个女生的吗？我觉得我长得比她漂亮啊。那你干嘛还查她的那个？那他觉得我极端，我还觉得他极端。他有好几次都想动手打我。打没打？想打，但是没打。哦，想打但是没打哈。啊，接着说啊，那就怎么极端了呢？那等我们就又去做兼职嘛，就是因为那个工作看法不同啊，他就跟我起了争执，我就说我生气了，你别说了，他一直那叨说个不停，我当时就生气推他怎么做的？他直接把我推到地上了。那主持人当时是这样的，他就推了我一下，我就差点被车给撞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就特别生气，我就推了他一下，把他推倒，然后我也没管他，我就走了。那地上那么凉，你就走了？不，你介意的是地上凉，不是他推你是吗，姑娘？哎呀，是推啊！我是跟不上，我这脑细胞真跟不上你了。来，我试着跟一下啊！来。还有一次吧，就是我们两个出去玩，他就一直在那玩手机打游戏，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就跟他说。哎，你能不能陪我会儿？他当时大吼大叫，他说你给我过来，然后抬手就搂起我脖子。我当时也是生气吗？不是，当时发生了什么呀？就在玩手机，怎么突然就跳到搂脖子了呢？我没听懂。他就看我在那玩游戏嘛。你在那玩游戏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生气了。他生气了，就直接给我抢了过去，把手机。他把你手机抢了，然后就在那捣乱嘛。然后你呢？然后我就生气了，我就本来想吓唬他一下的，但是我就搂着他的脖子嘛。反正在气头上是吧？对。那你气头上也不能勒我呀。然后我给你道歉了呀，这不就过去了吗？那你给我道歉了，我就因为这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安全感嘛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要么就分手，要么就订婚。他也觉得我俩谈了好几年了。要不就分手，要不就什么？订婚。所以订婚是你提出来的是吧？他勒完你之后，你对他说。我就是逼着，要不然就分手，要不然就订婚。我当时就说的，我就生气说的。你好有勇气啊！你就定了？就因为这么多事情，而且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也差不多应该了。订婚之后是不是好点了，姑娘？没有，就是他变得更加严重了。哦，更加严重，都哪些事儿严重呢？你给我们说说。订婚的时候啊，他父母给了我彩礼钱，就充到那个银行卡里面了。啊。刚开始绑定的是他的手机号，后来我一买东西，他的手机就有提醒，他就问我这些钱花哪去了，能不能少花点？我就特别生气。那这个我肯定要管。订婚的彩礼钱本来就是我家里借的，就不是我家的。然后我肯定要让你少花一点啊。那钱是不是我的？我想花多少就花多少。那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，你想过以后吗？再说我也没有花过你的钱啊。你怎么没花过我的钱？你当时还想着把那个彩礼钱还那个助学金贷款呢。那我也没有还啊，我花你的钱不都是还你了吗？你花我的钱怎么不还给我了？那我能跟别人一样吗？我是你的未婚妻啊。你是他什么人来着？刚才说。我就说我是他未婚妻。你跟别人一样吗？对他来说。我觉得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你还不考虑他的感受？你上学都要用助学金上学，你那彩礼钱还不踏踏实实拿出来，你还乱花，你不？不是，我也没乱花，就是主要是我1块钱，他就问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去哪儿了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未婚妻啊。行吧，接着说吧。他老是听他妈的话，也感觉到根本就不重视我。本来说结婚的事儿，我妈就跟他说让他那个付首付的钱，然后他妈不愿意，说那个彩礼钱都是借的，还跟我们家说，哎，要么就这样吧，要么就算了。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什么态度，他当时就跟他妈的态度是一样的。那我妈说的话对的，我肯定要听。那你光说我了，那你这订婚前后你也没有什么改变啊，你已经在严重限制我和别人的正常交往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一次吧，我带了一个高2的女生做家教，然后她知道了可好，直接给那女生家长打电话说，哎，不要让我男朋友去带了啊。你说这让人怎么理解？他还跟那个女生，你说带家教怎么跟他聊得那么好？这不是他学生吗？但是他妈那时候给他电话，哎，要不那个什么，我对你看的挺好的，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，还说，哎，要不可是不是再给你加一点？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招上门女婿嘛，就说话说的。他觉得是在招上门女婿。哎呀，这小醋坛子啊！所以今天你们俩来是干嘛的？我就想看能不能改变他。你来干嘛？我就觉得他做事有点极端，没有给我足够的空间，所以我也想让他做一些改变。行，我来问几个问题啊。如果他把彩礼退给你，分手可不可以？
不分。不用退彩礼，直接走行不行？行啊，把彩礼退了再走行不行？也可以。也可以。我又不在乎那6万8块钱。哎，女生你看有态度啊！马上毕业了吧？马上毕业了。毕业有什么打算吗？两位？就找工作吗？去哪儿啊？到哪个城市？你们俩商量过吗？商量过，济南。商量好了？嗯。去济南，达成一致了？是。工作开始找了吗？嗯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们在异地的时候，一个星期见几回啊？有时候要隔上2、3个星期或者30个星期。啊，那平常靠什么来维系你们之间的感情呢？就通过电话、QQ。通过电话和 QQ， 是还挺不容易的，是吧？男生，我看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就动情了呢？咋了？我觉得，这么多年了，挺不容易的。啊，这么多年挺不容易的啊。女生呢，她也哭了。咋了？我就觉得我挺委屈的。你委屈啥呀？你说出来吗？就是我总是对他付出很多，他都不懂得去珍惜。哦。这就叫冤家，我跟你说啊。女生的难受是在于，我给你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领情？是吧，姑娘？是。男生心里是说，你给我的我不想要，是吧？下一步该怎么走？各位老师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抛开你们2个人的爱情问题啊，先说说2个人，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别幼稚的孩子，就定下了婚约。你们明白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明白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你们对于未来的人生还有规划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也不明白婚姻是什么。但是反正就这么轰轰烈烈、打打闹闹，觉得2个人都爱得特别轰轰烈烈，都深爱彼此，然后都觉得自己委屈不容易。妹妹，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，你说他表姐看不起你，没有别人看不起谁，只有自己看不起自己。因为你自己觉得我是农村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低你一等啊？所以你就会觉得他把衣服给我就是看不起我，你心里有心魔，你觉得自己就是比他低一等，所以他不要的衣服旧衣服给你穿，然后你说要么分手要么订婚，结婚就让你有安全感了吗？你是觉得全天下的女人都非他不嫁吗？都那么喜欢他吗？结了婚还有离婚的呢，婚姻是水到渠成的，不是说我逼你，你必须娶我，你不娶我的话，你给不了我安全感，你嫁给他有什么安全感啊？再者，安全感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的，你天天疑神疑鬼的去查他这个查他那个，干涉这个干涉那个，你知道人都是有反抗欲的，他现在还听你的呢。你们未来再往下走，他翅膀硬了，有一天你越让他干什么，他越不干什么，你怎么办？再来说彩礼钱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这钱是他们家借过来的，你花的时候不心疼吗？我那么爱的男人，家里面那么困难，为了给我凑这6万8，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作为我们2个人以后共同创业或者致富的一个基金存着，让我们2个人以后日子好了，好孝顺父母？你居然在质疑说，我花一点我花一点钱怎么了？你还盯我花哪儿了？这钱是我的。如果真的你把这钱当作是你的，我告诉你姑娘，那你就太把自己降低身份了。你们2个人应该把这个钱用到正地方，况且他还有助学贷款呢。别太自私了，别想着他要怎么改变，你要对我好，好是要不来的。先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再想着让对方怎么样跟上你的脚步，共同进步，好吗？好。男生我没有什么想说的，就是既然都瘦到现在了，如果你能接着瘦下去的话，那就继续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曲总。
别看你们5年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沟通。你们俩各自落泪，可落的都不是一件事儿，都在为自己落泪。男方本身其实不具备现在给彩礼的实力，借要给你。女方钱好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吗？钱只能说明你自己给自己标的价。你觉得这个男孩可能随时会离开你，你可能只能是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抓住他。他是有过一次暧昧的行为，你始终给他不信任。情侣之间缺乏沟通、自信、不信任。孩子，好好想一想，想想问题出在哪儿？安全感是这么要来的吗？男孩委屈吧，没有自由吧，但是你咎由自取啊！改变自己，你能让他感觉到安全。这种远距离，我觉得你也是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儿的安全，好吗？解决沟通、自信、不信任，我觉得自然安全就来了啊！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男生先哭的，女生后哭的。男生哭的是感叹这5年来不容易，而且这种不容易更多的是你的不容易。女生哭的是说她自己很委屈。通常我们理解委屈是自己一片好心遭到了误会，所以我们委屈。但你的委屈所指的是我付出了太多，而你的付出太多是什么意义呢？你认为自己损失了太多。就像最初他追求你，你是拒绝了他的，他的长相身高都不是你所想要的，对吧？后来你才接受了他，你一直认为自己在下架，你一直认为我在妥协，退而求其次的找了男生，无论长相身高还是家境我都妥协了，所以我在这个男生面前就应该有优越感，我应该可以查他，可以质疑他，甚至当一个男生在用助学贷款来求学的时候，就是逼着你拿彩礼，我也要跟你订婚。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感，或者说是优越感，这是十分愚蠢的行为。当你选择了一个自己所爱的人，就不应该在彼此的感情生活当中有高低之分，总是要去强调我嫁给你或者我找你我是吃亏了，那样的话他不快乐，你也不快乐。其次，你所认为的你与他之间的差距，怎样才能够抚平呢？难道就是他应该老老实实的待在你身边，什么东西都向你报备，时时刻刻抬起头来仰望着你，你才认为自己心里感觉到平衡吗？那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不要跟他在一起，因为没有平等的基础，那还谈什么爱呢？一个人如果真的爱对方，恰恰反而要刻意的求得一种平等，不要让对方有压力。所以其实你啊，这些年来一直在靠刷存在感过日子。而对于男生来说，你觉得自己不容易，其实说实在的，你在拿着助学贷款，就不应该应他所求去拿所谓的礼金，你这样弄得自己很没志气。所以你在哭你的不容易，事实上说我5年来我太压抑了。他在靠刷存在感过日子，你在靠给他存在感过日子，而给别人存在感就要让自己忽视。现在很多网上的短视频，我经常看到有那种场景，火车已经开动了，一男生在外面一直跑一直跑，然后呢下面就有一行字，这就是异地恋。哎呀，看着挺感人的。我也知道这5年来，虽然火车2个小时就能到达对方，能够看到对方，但是你们可能也有类似的场景，在站台上追随，每次见到对方之后的那种相拥而泣，这5年的确是不容易。我都在想，一个靠刷存在感，一个靠给存在感，能够坚持5年吗？应该不止这一些，你们应该有真爱。所以如果说真的，如果彼此感叹在这5年当中彼此的付出，那就把这种所谓的差距，把彼此互相平等的身份给对方。你们不是要去山东济南吗？每个人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，先把感情淡化下来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到那个时候大家都是靠本事说话，你们大概会通过这样的一种转变来告诉自己，平等是尊重的基础，缺失了平等在一起都不快乐。好，就这样。
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给你个建议啊，定金啊，先退回去。你们去济南，你们真有本事，俩年轻人干2年，存个6万8，不是个大数。这年代只要你努力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女生，这个需要你跟你的家人重新来更新一下观念了。你们是现在的年轻人了，用现在的方式来恋爱。其实我们俩相爱跟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。他的父母会因为你这样的举动，包括他们会在心里面会有所感受的。然后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在济南工作吧。工作2年以后，你们再有问题，我们欢迎你们再回来。喜欢他以后多关照他，好吗？好。2个人都不容易，加油吧！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这么多年了吧，我觉得我们2个在一起真的挺不容易的。我也不想就是因为这一点小事儿，然后2个人就分开了。听了老师的话，我知道自己可能有些方面做的也不好，以后我也会多关心你，然后给你足够的安全感。我没有说要控制你自由，我只是想让你更多的去在乎我。我也知道我前面所做的事儿都是错的，对不起。听了老师那么多话，我以后会改的。我希望我也能好好的走下去。好，谢谢2位，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能对人好点吗？好了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筒，有请。请回吧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我觉得吧，我还欠你一个订婚真正的仪式，因为在当初订婚的时候，并没有给你一个仪式。然后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添一下了，好好的往下走吧。来，请亮灯吧。来，送给你们。你们俩如果这个10年以后啊，还能因为一些事情抱在一起，相拥而泣，我相信你们就幸福大了去了。好好珍惜彼此吧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我相信所有的人的心里就是那么几个字儿嘛，祝幸福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健室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老公结婚7年，有个5岁的儿子，目前是怀上了2胎，已经5个半月。老公的态度非常坚决，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但是婆婆妈呢表示，如果你生了，我愿意帮你带。但是丈夫坚决的拒绝，所以她非常犹豫。听完这位女士的描述啊，我能感觉到你已经心生动摇之意。没有哪个母亲会被周遭影响到，真的能够放弃掉这条小生命，其实都是自己的心意而为。但这毕竟是一条生命，我希望你能够正确的面对2胎的问题，三思而后行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